真是个大家伙。你看，你看，小鬼子正打敬礼呢。头团组，给我靠上去，趁小鬼子眼花。头团组上。 擒住机枪，不要给我节省子弹，玩命的打！第一轮扫射就要干掉1半鬼子，其余的听我的命令，冲上去刺刀见红，速战速决！是。上刺刀！准备战斗！大家准备战斗！ 千万别打死那个日本少将，老子要跟他过招！同志们，活捉那个日本少将，冲啊！ 我们旅团长有个提议，为了体现军人的勇气，我们决定与贵军进行1对1决战，直至战死为止。不知贵军能否应战？好，都别动，咱就和鬼子单打独斗。我不能让鬼子笑话咱们独立团不敢拼刺刀啊！这有损我的荣誉，老子以后还要在这一带混呢。他们说什么呢？还剩下几个鬼子，跟他们废什么话？ 一梭子下去，全撂倒了。啊！
你们俩来！罗伯律。 小鬼子上来了！守不住个陈家义，我撤他的兵。政委，敌人从对岸上来了！给我拼！不能让一个鬼子从这过去！二营长！何を慌ててる？篠塚中将、あなたと直接話します。こちら山本です。ちょっと野菜が。何？どうして？大丈夫。巨乳化だ。献金が抜けりゃ絵にもないの。老总，你得离开这儿。为什么？林龙呢？赵老总，撤！放开我！我不撤！放开我！带着这个你，快撤！放开我！干什么你啊？有你们团长李仁龙小船阵地，我就不用我撤。快帮我往老总上站！放开我！放开！李龙是干什么吃的啊？这团守不住陈家义，放开我！我不撤！
吃呢？啊！日团守住一个阵地，还有我车吗？快，放开我！放开我！快！云飞兄，李团长，这把左关刀送给你，剑关刀让我们旅长要去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云龙兄，真是一员福将啊！华北派遣军一个观摩团，100多名鬼子精英，让你一个营就给歼灭了。哪里是什么福将？要不是我的政委得力，2、3营的弟兄以命相抵，我李云龙的脑袋早就军法从事了。这不，功过相抵，不予表彰。我早就习惯了。云龙兄，好像贵团要开拔。哎呀，占了人家的大便宜，岂能安生啊？也好，戎马生涯，四海为家。在分为前，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你一定告诉我，你既没有情报，又没有指示，你怎么知道那条路上就一定有仗可打？你凭什么？是直觉，还是别的？很简单，凭的是对手不知道我的厉害。七路，农夫からの部隊。また小部隊じゃない。彼は着るものボロボロ。逃げ切り似てる。不要は心配して。彼の政府は不要の幸福は出さない。大部兵士はまだ供給世紀まずの寛容像寛容工場を使うの寛容像使ってる。このような悪くな武器を使うとしてる。弾薬はまだ足りない。一人は5発弾じゃ足りない。このような部隊は日本軍人の戦闘としてまた冗談だ。将軍、私を責めてら死ぬのでしょう。この今回の起きてはならないことでした。だから私はこの責任を取りたいのであります。責任？私は考えること、責任ではないです。私考えることは、地中に戦火を焼れて、地中に赤くになる。ヨーロッパ、北アフリカで、太平洋諸島で、東南アジアジャングルの中に、シナの山に、
100何枚の日本人死んでしまう。これは大事なことじゃない。東京靖国神社の壁に名前増やすだけ。将軍、閣下のお許しに感謝いたします。お恥ずかしい解任です。我々信に100万の精鋭軍隊一が攻撃される。傷と皮削られないです。私は考えることは責任ではない。殉国したの100万の日本軍人は何にもありません。私考えることは我々第一軍の慶応と承継です。わかりました、将軍。私に攻撃する時は八路軍は誰の部隊ですか？第386両リストンです。まだリオンロンだ。彼の資料は探したか？それはダメですよ、山本君。あなたはドイツ新生をするために原発した。あなたは優秀な将軍でしょ。だからあなたは相手の資料は全然わからないです。それはダメだ。そうすると今八路軍どこいるかあなたまだわからないだろう。多分いるのは山本君、おそらくじゃなくて私は確実の地位と雑病と一致と求める。あなたはそうしないと第一軍の将軍白だよ。私は今回はその考えるとその戦略のために6機の飛行機や予備を起こした。私は後期に捜査して特殊部隊は地面に協力して八路軍リヨンロンの本部を探して破れて彼の弾を切る。我が特殊部隊は各で2つの目標があります。1つは円釈山の第二戦長剣部、もう1つは大気予算特地の河北八路軍総部。戦闘準備はすでにできていまして戦機を待っています。もう一つ目標は探しています。八路軍のリヨンル。将軍、私は話していくのがありますか？話していいかわかりません。話してください。恐れ入ります、将軍。あなたは戦場に走っています。続けて言ってください。特殊部隊の使命はやはり戦略的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鶏を締めるのに牛を殺すのに使う金の使うのはバカバカしいことです。数でままだ。山本君、警報は最近は大規模の軍人行動がつもりです。あなたは分かるだか？分かるように良いです。それは我々の今回の行動です。第一度の軍人です。天皇陛下尽くし、死んでも心残りはありません。それは良いです。それは頑張ってください。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快点，快点，快点！快，老姜，快点，快点，老姜，快点，快！快点！日军在飞机配合下，采取多梯队、多层次、大纵深的部署进行拉网，逐步搜索前进，企图迫使八路军主力部队难以机动和转移。冈村宁次要求驻进日第一军仔细研究八路军战法，革新自己的战术。驻进日第一军司令官小冢义男奉命制定了针对性极强的 A 号作战计划。八路军各部被迫将内线部队化整为零，以排连为单位，与民兵群众相结合，开展地道战、交通战、麻雀战等，与之周旋。
进攻！徐连向前进攻！杀！この正面騎兵連隊に命令伝えよ。沖縄騎軍を一人残さず殲滅してこい。第13歩兵連隊と公共軍対抗混成両団に命令を伝えよ。賭博港を迅速に封鎖し、その場で殲滅しよう。
连长，我们已经被包围了。没关系，咱们在这拖住敌人的骑兵，反正团长这位他们都已经冲出去了。驾！驾！哇呀！连长，我没子弹了。什么？没子弹了？我也没子弹了。你们呢？你们是还有子弹？我们也没有子弹了，连长。大佐各国が敵は自殺攻撃次第で。獣の戦うことに困ってよっけはとてもいいですね。この何のひなこんきのがたきがえる。弟兄们，把枪给我扔了，绝不留给小日本！弟兄们，拔刀！皮黑连队友，骑兵连，听我的命令，向敌人进攻！骑兵连，继续进攻！迎着踢！骑兵连，进攻！私の命令を伝える。
なるひなくんきでは放送して体中はすべてよしだ。同志们，原地休息。李连长，休。马上派出警戒哨，要格外小心。敌人的鼻子比狗还灵。是。你们两个跟我来。老赵，你还行吧？咱们歇歇脚。就是累了点。老李啊，咱们现在这个村子叫新庄，刚才突围的村子叫魏王村，相隔不过10几里。现在敌人扫荡部队还没有推进到新庄，不过我估计1、2个小时以后，敌人就要过来了。咱们下步怎么办？老赵，你见过搂草的耙子吗？鬼子的扫荡部队就好比耙子，我们现在的位置是耙子的2尺之间。如果部队现在离开新庄，那正好碰到尺上。这里是一片平原，离大山只有20里地。部队大白天暴露在平原上，就等于自己往敌人的枪口上撞。我的意见是，先疏散老百姓。我们在新庄就地防守，等天黑了再突围。只要冲出去，用不了2个小时就窜进大山了。我同意你的意见，可问题是，咱们只有不到1个连的兵力，能否守到天黑呀？守不住也得守，没有第2条路可走。好吧，咱们分头布置一下。团长，敌人要是不来，咱可全白忙活了。不来倒好了。你以为老子愿意打这一仗啊？啊！我告诉你，这种防御战最没意思了。哎，躲在这儿等着人家来打。咱们独立团向来讲究进攻，咱们师长也说了，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这好办，一会儿敌人攻到工事前，咱就冲出去打他反击。哎，不行，今天不行。你小子得动动脑子啊，不是啥时候都能打反击。现在咱们剩下不到1个连的兵力了，得坚持到天黑。本钱不多就不能硬打，啊，咱们得计算着使用兵力。这回咱们独立团变了路数了啊！说破了大天也不出工事，敌人远了就用枪打，近了拿手榴弹招呼。哎，我先抽袋烟，给我，我先抽袋烟啊！谁想抽，一会儿排队。团长，你怎么抽上烟袋了？俺记得您以前一直都抽烟卷。哎呀，这不是他娘的断队了吗？以前没烟抽了，咱到公路上打个伏击啥都有了。可这次不行啊，这不是赶上鬼子大扫荡了吗？让人家追着咱们跑，只好凑合着抽吧。团长，一会儿鬼子来了，我给您弄烟卷，我有办法。看把你小子能耐，你有什么办法啊？你上鬼子那儿赊烟卷去？咱把鬼子放近点，等他到咱工事前了，再把他撂倒，这不就有烟卷了吗？你小子耳朵塞驴毛了是不是？啊！我刚说完了不许出公事，你拿我话当放屁了？哎，不是，人家鬼子都把烟卷送过来了，你说咱再不要，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给抽一袋。好嘞。团长，鬼子怎么和疯狗似的，一路追着咬，连口气都不让咱喘？你们长征时候是不是比这还邪乎？不一样，这会儿鬼子虽然撵得紧，可这是根据地，啊，有群众基础，老百姓帮咱们。可长征那时候，可就不一样了。蒋介石几10万人马，
天上有飞机，地上前堵后追的，部队经过的地方没有群众基础，老百姓不帮助咱们，那日子可比现在难过多了。团长，给我们讲讲长征的故事。想听故事啊？想听，想听。嘿嘿，想听故事门儿都没有。你看看那说评书的、唱大鼓的，有白说不给钱的吗？啊，老子也不能白讲。我告诉你们，一会儿鬼子来了，给我瞄准了打，每个人至少干掉10个鬼子，听见没有？听见了。团长，你看好吧？没问题，俺打20个。我记得当年路过藏区，还没进去，上级的命令就下来了，部队要执行民族政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谁要是违反了纪律就枪毙。当时咱也老实啊，就跟那小媳妇似的，不招灾儿不惹祸，只管低着头往前走啊。可是这也不行，我们到了一个山口，人家就是不让你过去，啊，喊话求路，就差点叫爷爷了，可人家听不懂，还以为你在叫阵呢。那些藏民可不含糊啊，拿着弓箭就把我那些弟兄们当兔子射。这一个箭过来，嗖的一声就从我的头皮过去了。我身边有4、5个战士都是中箭身亡了。当时老子就火了，我端起了机关枪就想搂火。我那政委不顾死活的上来抱着我说：“老李，你不要命了？你这一打非出大事不可呀！上级要追查下来，那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报团长！报告团长，村口东北方向发现日本骑兵。好啊，终于来了！各就各位，准备战斗！死ぬのはこそりなしつかで死ぬのは同様にへそりこの村はあまのようだへとの模様がない民衆が全て逃げたかもしれない長官、私たちの事前座標によってこの村はまだ捜査していない。しかしここは86以内と思います。どうしてあなたの領なこの村は孤立している。後ろは平原です。軍事の角度から見て守り者は一旦包囲されたら突破することは大きくない。私とあなたの見方は一致する。私はこのように残酷を相当下手で指示ないで86の本な部隊がまたたたにいで措置の抵抗がある。それらは今どのように逃げることは考え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戦士攻撃！打得不错，看见没有？小日本鬼子也是丁点养的，也是肉长的，子弹进去照样穿个窟窿。嘿嘿，武士道怎么样啊？老子打的就是武士道。注意了啊，要节省子弹，
不许放空枪，争取1颗子弹干掉1个敌人。吃了点亏，这才想起包围。老赵，啊，你这没事吧？前边村口打得不错，60多个鬼子全都干掉了，其中有一大佐。老李啊，鬼子炮兵上来了，正在构筑炮兵阵地呢。哎，你目测一下，那门迫击炮离咱们这儿有多远？恐怕有500米。你要干什么？我想和你打个赌，老李，你说500米距离，我用步枪打中那个架炮的鬼子，你信不信？够呛，距离太远。打什么赌？说吧。我要是打中了，你1个月不能喝酒。你要打不中呢？1个月之内你可以狂饮，我绝不干涉。哎，但是我说的是，到了绝对安全地方啊。好，我答应了。哎，小王，把枪给我。老赵，这么远的距离，子弹打出去是一条弧线。打得好啊，老赵！看来这1个月我得戒酒了。还和总部联系不上吗？已经2天了，总部机关下落不明，我们从未停止过呼叫。师部呢？联系上没有？也没有，没有任何应答。我真担心总部首长们的安全呢。他们身边没有多少部队，如果遇到大股的敌人，那可就危险了。别担心，总部机关可能正在行进当中，没有时间架设电台。老总这一辈子经历的大风大浪多了，相信这次也一定能够安全地突出去。你要一刻不停地和总部联系，不要中断呼叫。是，有情况立刻给我报告。好，快点封北宫。对，把这封到西宫啊，快一点。怎么样了？快点把它架好啊！哎，小李啊，你们想办法快一点和北方军和党校联系上。程老总，参谋长啊，总部直属队和北方军机关都冲出来没有啊？都冲出来了，损失不大。不过这仅仅是敌人的第1道包围圈，情况在继续的恶化。我们的外围至少还有3道封锁线，我看恐怕要击场恶仗啊。快点架设电台，沃努各师纵队旅级指挥部，他们的情况怎么样？电台马上架设好，来，老总走。旅长，我们和总部联系上了。快说，总部首长冲出来了没有？总部机关说，他们已经冲出了第1道封锁防线，请同志们放心，迅速向总部报告。好，立刻给我发报。总部首长，第18集团军第386旅前进指挥部已率部突围。将軍、私たちの通信情報技術室は変なことを見つけました。電話と電報の電磁波による信号を発信するもののようで、情報部門は
これはおそらくシナの18集団軍の本部らしい。地図の上に私にガーデン来る。はっ。ここです。了解。彼は早いですね。不注意も。第一伏線、飛び出した。またはラジオダタに使う。将軍、私たちが新しい通信技術を使うことがわかりません。対応できるか？今、できません。彼たちはパスワードを変えました。第41師団、基軍第2師団、命令して、早く南ホフは放射する。一人も覗かないで。大约你还有多少子弹？10几发，快接不上了。想想办法从鬼子尸体上搞点儿。好主意，把鬼子放近点儿，咱们再打。好。大点掩护，我上。好。师长，唐连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保护老总吗？谁让你回来的？谁让你回来的？大首长，老总和总部直属队已经冲出了敌人的保护圈，老总命令我接您转移。现在还不行。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北方局，还有党校、新华日报社机关的几千个人还没有撤出来，还有机要科和挑文件的同志还没有到。那些机要文件一旦落入敌人的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唐连长，我命令你掩护北方局、党校及新华日报社机关的文职人员先撤退，我随后就到。首长，我求您了，您先撤，我和中队的同志们走。唐连长，执行命令。嗨，走。同志们，快撤！快，快，快！旅长，总部的信号有中断了，可能出现了紧急情况。继续呼叫。旅长，报旅长，敌人骑兵包围上了，请稍后马上转移。他娘的，刚冲出包围圈，屁股还没坐稳，又被包围了。倒也习惯了，再打出去就是了。命令部队立刻转移。是。最近敌人的鼻子怎么这么灵啊？同志们，快快快快！后面跟上！快，同志们，快跟上！
苏总，快倒！快倒！快，都倒！老李，得组织部队把敌人赶出去，要不守不到天黑。那也不能全赶出去，全赶出去，我们又得挨炮轰。我看，在村子里弄2道防线，只要我们守住这10几个院子，鬼子的炮就吃不上劲儿。这主意不错。二排长到，你带人把前路院子拿下来，一定要守住，坚持到天黑。是。走。老赵，我到南边看看，那边由我负责。好，到，跟上。跟我来。長隊長、あなたたちははっきりさせていないか。
この村守る80公はどの部分的？对不起，洪先兄，现在还没有搞清楚。至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抓到一个俘虏，所以確かにこれは80軍の有力部隊だ。その戦闘力と火力の配備上から判定して、問題は私たち包囲中の80軍はどんな編成だか。我估计得有一个团，不然坚持不了这么久。私見るとそうじゃない。火力のミット上から見て、一つ他の部隊似ていない。八路作战3流预备队，如果是一个团的部队，那八路的指挥官顶多在前沿布置一个营。单从火力密度上判断，不能说明问题。それでは私たち目をコースで待って、とにかく早くはっきり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て、一つ団部隊としては長く時間堅持できない。团长，政委请你去呢。你先去，我马上就到。团长，你没事吧？没事，哪那么多废话？我正研究突围路线呢，快去。哦。老李，怎么回事？就等你一个人了。我去看一下地形。人都到齐了吧？咱们长话短说，抓紧时间。老李，刚才我和党员同志们交换了意见。老赵，情况紧急，没工夫扯淡。我是团长，你是政委，咱俩说妥了不就行了吗？既然分散突围，咱们总要向党员骨干们交代一下任务吧。好，我先发言。刚才我清点了一下人数，除了阵亡的，我们还剩下60多人，轻伤员有10几个，重伤员有5个。咱们这么办，部队分成2部分，我和赵政委各带一部，从不同的方向突围。看见西边的大山了没有？只要突围后进了大山就是胜利。咱们在赵家峪会合。如果没别的说的，就分头准备吧。大家都听见了吧？突围的时候要照顾好伤员，不能扔下一个人。还有啊，大家都要记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能出卖自己同志。希望大家有所准备啊！好，分头行动吧。
团长，你咋了？你让他把城打败了，不许吭声，要不我枪毙你！团长，俺背你吧。背什么背？我什么时候让人背过？命令部队开火强攻，准备冲出包围圈。团长，敌人还没发现咱们呢。傻小子，咱们这边一开火，政委那边就减少点压力。听明白没有？明白。走，跟上。洪先生，嗨，这也幸亏我们动作快，及时堵住了口子，总算没有让八路跑了。いいえ、これは私の職務上の過失。私は劉探長に頼んでから出発する。洪先生，你也不必过于自责。我的军官告诉我，昨夜跑掉的八路不过才几十人，大部分并没有跑掉。我们今天就可以消灭这些八路。刘大将，攻撃を準備しよう。はい。上。はい。気をつけ、前。報告する。八郎君は発見しない。何？八郎君は発見しないか？这绝对不可能！昨天突围才几十个人。おお、まさかこの八郎君の兵力はこれだけじゃないか。一日阻止した。给我走！村里肯定有地道口，八路绝对是进了地道。才这么几十个人，不可能！给我走！旅长，各团都有消息了，基本都跳出了包围圈，伤亡都不小。唯一没有消息的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李云龙他们肯定是遇到麻烦了。给我派出骑兵、通信兵，多派几个，按战前制定的突围路线查找，一定要给我找到独立团。我生要见人，我死要见尸，我就不信李云龙的部队会被敌人消灭了。准备站到，团长，你先撤你山里，俺带战士们去救老乡。不行，来不及了，开枪把敌人引过来，不然老百姓一个也逃不了。记住。
哎，又一个，好想法，这第8个了。不对，得从昨天算。新庄阵地上干掉了19个，加上这8个，一共是27个。第28个，还几发子弹？怎么还有8发了？咋还剩8发了？去，跟魏恒要点子弹，他可富得流油。150发步枪弹，200发手枪弹。团长特批的，真偏心眼。我要过，他不但不给，还要揍我。这花和尚更得很。唉，算了，求人不如求自己。咱们俩省点子弹，突围时用吧。唉，要是子弹管够，老子能放了他100个鬼子。团长，老乡们已经全部进山了，咱们也该撤了。和尚，你带着战士们先撤，我掩护你们。团长，你开什么玩笑？你说过，咱独立团从来就没丢下过一个兄弟，更甭说是团长了。真要把你丢了，估计政委非枪毙俺不可。团长，俺背你走。你背上我，背上我谁也走不了。听我的命令，带着战士们撤，快！团长，俺自打跟你以后，从来没违抗过你的命令。可今天这事没商量，你的命令俺不能服从，哪怕回去你枪毙俺，俺魏大勇认了。和尚，团长，和尚，你听我说，这没用，犯不上再搭上几条人命。远道无轻担呐，背上1个人突围，这不可能。撤吧。团长，你听俺说，俺能行。俺在少林寺练的就是个耐力，背个人走不算啥。真要咱冲不出去了也没啥，咱死就死在一块儿了。你要真逼俺走，除非你枪毙俺。那我就枪毙了你。你走不走？不走我就开枪了。快走，给我留下2颗手榴弹。走。西子，给团长留2个手榴弹。知道了。这还差不多。和尚，你疯了！你真要把团长留下？你狗日的敢！